2只狗狗，在民国97年养马尔济斯，在民国99年养黄金猎犬，其中2只就是回天堂了。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去领养？那有一天就是翻 FB 嘛，很多的社团，然后我就每天看嘛，然后有领养狗狗的，也有领养猫咪的，然后密密麻麻的我都加了很多的社团，然后每天看，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着手，到底要领养哪一只，因为每一只都很可爱，然后就看，我也不知道要选哪一只。它旁边就是会有绣一个什么爱妈之家啦，什么之家，我就随便绣一个，好，我就打上去，电话号码之类的，然后就缘分也开始了。我就有一天去买菜呢，我就是喜欢摸狗嘛，好摸，这位妈妈就说要不要领养某一只狗这样子。然后我就顿了一下，我就说，我刚好是有这个打算，只是我还没有准备好、预备好。等我预备好了，我还是会养的，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。然后我们2个人就说拜拜，我就走了，转头就走了。后来这个妇人就突然叫我说：“小姐，还是我留电话给你好了，如果你想要养这一只的话。”就跟我联络，我说好啊。然后那个智慧型手机一打开，然后不是就会秀出09多少，就是那一位爱妈，我就觉得天啊！我就说你是那个爱妈协会的林小姐，她说对啊。我说这个也太巧了吧？那请问你说的是要养哪一只？它就是这一只咯，就是阿在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心理准备。我就回去想了一下，隔天我就打电话给这个爱妈，是说我决定养这个阿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缘分。因为那个社团很多弥漫满目的一些领养的宠物，我就是随便 key 一个电话，然后就这个出现在我的电话簿里面，就是注定我要领阿才，就很乖，就这样。这就是我跟他的相遇，然后我领养他4年了。他比较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所谓控制他自己的情绪，他没有办法自己关在笼子，或者是独自一个人在家，这是我发现的。的这个问题，然后是我从监视器看到的。他会一直找我们，找到这个房间找我，然后找这个再找哥哥，他会开始紧张，然后开始。兽医说这个也不是分离焦虑，他是没有办法自我控制情绪。所以我就给他训练关笼，然后放电视给他。他反而关笼子，他比较不会有焦虑啦，或者是让他有一个安全感。我本来把他放在家里，他反而会焦虑，开始乱找姐姐，找我，找哥哥，或者是找谁，找不到他就开始然后开始翻垃圾桶。翻完之后又开始嗷嗷叫。像我比较担心的，就是有时候我会出国啊，补货啦，去日本、韩国的话，我就会我自己主人反而会情绪焦虑。天哪，我的狗要住哪里？天哪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它会不会想我？我会反而担心它说，在住宿的地方啊，有没有乖乖吃东西？有没有睡觉？有没有想妈妈？然后宠物店会不会不小心，然后迎接新的狗狗进来，然后把阿才弄不见？我就会开始乱想，这个反而是我自己分离焦虑。
我是想要给新手，还有刚您讲的一些想要养宠物的新手妈妈、新手爸爸，或者是新手，我觉得不要一时想就觉得好可爱，好想养哦。但是你们要想到你们的工作、你们的经济来源，再来决定一件事情。因为狗狗也是一个生命哦，不管是你养猫还是养狗，一定要很确实的去决定要不要养这个动物，因为你们有没有时间，你们有没有多的一点金钱，或者是说我本来固定领3万块，有没有多一点的这个金钱来养这个狗狗或者是猫咪。不要一时说好可爱啊，我想要养这个猫哦，好可爱，我想要养这个狗。结果你养下去了，你没有办法陪它，就把它丢在那边，然后饲料喂，那它会孤独，你何必呢？你不爱的啊。真的要养宠物的话，要慎重的是想说你有没有时间，你有没有多余的一点钱，再来充分的时间，再来选择。决定要不要养这个狗狗或者是宠物。我本来还要再领养一只陪它，怕它没伴，所以我们真的有去爱妈协会或者是什么流浪之家啦，还是什么社团在领养。结果有一个社工说，你的狗狗是很亲人的亲狗，但是未必你看的哪一个狗会亲这样。所以这个又是我一个功课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是说我看到这个，或者是给他们两个互动，哦，抱回去，两个又定狗机，或者是两个又另外一只在孤僻，所以我的满脑子就可能会怎么办？这个是社工给我的提议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要领养还是要有一个缘分，我是阿才的妈妈，我是鱼子酱小姐。那我是从事网络行销，所谓网络行销有卖衣服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，可以上我的粉专叫鱼子酱小姐哦，谢谢。